恭迎西南研究所主席莅临江城指导。这人好大的排场，接他的豪车车队每辆都价值千万，江城首富也不过如此吧？岂止，你没听到吗？他们叫他研究所首席啊！这种顶尖人物，全大夏一只手就数得过来。江小姐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迎接我呀？李直啊，你又和我贫嘴，你可是我爸口中研究所的大功臣、大老板呀！老江言重了，我们都是同事，研究能圆满结束是大家的功劳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带头搞研究的。我还不知道啊，我们家那老头子啊，为了这个项目，头发都白了一片，还得是你这位西南研究所的首席出手，不然啊，他们还要再折腾3年呢。对呀，都3年过去了。李志啊，等我们毕业了就在一起吧，到时候开一个大公司，我当老板，你当老板的男人。哎，为什么是你当老板，我当老板的男人啊？不是，难不成你想当女人啊？不跟你这个书呆子计较了。我呀，就是喜欢给别人当领导的感觉，当老板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当老板也算是梦想。当然了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，李长？好，你的梦想呢，就是我的梦想。李哲先生，您是否为了这1000万加入这项机密的研究项目？你准备好了？为了我们的梦想，梦楠，我准备好了。对啊，已经3年了，我和梦楠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。3年前公司刚刚成立，缺乏资金，为了获得创业资金，我加入研究所保密项目3年，期间只能化身为开发者阿尔法，为他默默的提供技术帮助。现在我终于回来了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完成我们的承诺了。江小姐，去龙腾大厦，我想见一个人，通知研究所把我精心准备的礼物给我一起送过来。谁啊？这么重视？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。5美元了！5美元了！我们的公司终于上市了，恭喜在座的股东，你们都将成为千万富翁。太好了，感谢张总的提携。我们张总的能力和相貌都是顶尖，不知道谁能配得上我们张总啊？传闻啊，张总有个男朋友，在公司创立之初啊就泄露机密，然后抛弃张总，不见人影了。他要知道张总身家数亿，以后公司前途无限，岂不是要后悔死了？李哲，3年前你偷走公司机密，若不是我张梦楠能力非凡，获得西南研究所1000万投资，公司恐怕早就破产。你一定没想到有今天吧？好，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，晚上咱们一起庆功宴。丽丽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大家都在庆功呢，你躲这儿干什么呢？我没干什么，就是有点累了，在你的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。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怎么会呢？只是啊，这公司的重要机密都存在电脑里，你可千万不要去碰啊！哎呦，我当然知道了，倒是你好好的庆功会大功臣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今天的喜悦不应该有1名独享，还有1名神秘的大功臣。
你说的不会是那个神秘网友开发者 Alpha 吧？多亏了他的技术支持，才能让我们在蚁众同行里杀出重围。只可惜他一直不愿意露面，要不然啊，我一定聘请他当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。哎，你说这个开发者 Alpha 不会是你的追求者吧？不然他为什么一直不找你要报酬啊？谁管他呢？我现在不会再相信任何男人。哎呀，都怪李哲那个渣男，他现在要是知道你这么风光，肯定得后悔死了。让他后悔去吧。即使他现在回来了，我也不会再多看他一眼，因为他早就不配站在我身边。谢谢你的代码，对我们公司帮助很大。没关系，只是我试验用的代码，能够帮到你，真是太好了。看什么呢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一个朋友。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？李哲，你可不能被外面的妖艳贱货给骗了。什么妖艳贱货呀？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快去停车吧。江城上流宴会厅邀请函准备好了吗？首席，最高规格的邀请函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送到。我回来了，楠楠，这些年你还好吗？先生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预约。不过你可以通知你们的总裁，你就说我们这边预约的话不能进去。没错，总裁也不是谁想见就见的。他什么人？怎么张口就见张总？好大的口气！不知道，穿了一身地疼。我看呐，80%是看张总现在发达了，想要抱大腿成亲戚。那这样，你帮我预约一下，你就说我是你们总裁的大学同学李哲。什么？总裁的大学同学？啊，您稍等。请接到总裁助理。喂，丽姐，公司楼下有一位自称总裁同学的人想要见总裁，名叫李哲。这人口气不小，难道真的是张总同学？李哲，这名字我怎么之前好像听说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传闻中公司当年的那个叛徒。喂，什么？你确定他自称李哲？行，我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他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和张梦楠见面，不然我当年背叛公司、偷卖代码的事情就会暴露。丽丽啊，公司楼下怎么那么吵啊？发生什么了？哎呀，有不少人都打听到这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，他们呀都想来攀附你，看能不能捞点好处。那种人，你打发走了就行了。行，楠楠，我办事儿你就放心吧。李哲，你想坏我的好事，我是不会让你见到张木兰的。张总说了，不认识什么李哲。另外，你不要让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进来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流浪狗收容中心。是，明白。张总已经说了，不认识你，请你现在立刻离开。如果你现在再不离开，我们可就要动用武力了。不认识？不认识？怎么会这样？是搞错了吧？我是李哲，木子李，哲学的哲。搞错了？错不了，你就是李哲，传闻中的那个叛徒。叛徒？当初在公司最初缺乏资金，你背叛了张总，现在还绕回来。不说，我怎么可能背叛木南？当年就是……当年的事你还有脸提？要不是你背叛张总，公司岂会有覆灭的危机？难道当年我去研究所换取资金，对木南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？可是我当时明明就告诉他，告诉什么？盗取公司机密吗？张总没让你蹲大牢，就是天大的恩情了。就是没让你蹲大牢，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。谁给你的胆子，居然还敢来找张总？张总现在就是一颗金梧桐上的凤凰，不是你个落魄小人能够高攀得上的。盗取机密，这是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诽谤是要负责任的。诽谤？
3年前你销声匿迹，盗取公司机密，致使公司陷入危机，这都是公司路人皆知的事情，你难道还想狡辩不成？有些人啊，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依我看吧，张总还是太冷死，这种废物就应该关进去，好好改造。就是，谁给他的自信，今天还敢来这儿找张总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我盗取了机密，证据呢？证据？他如此理直气壮，难道真冤枉他了？可是这件事在公司都传了3年了，张总也没有出来辟谣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我要见张木南，我要亲自跟他解释。你们快放开我！你还敢硬闯？对，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跟你们说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你们等等，我给 U 盘掉了，这个 U 盘要是损坏了，你们所有人都赔不起的。停下！把电脑给我移开！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你啊，李哲。你是何烈，你还记得我吧？当年就是我推荐你进的公司，你快跟大家伙解释一下，我没有背叛梦楠，我更没有盗取公司的机密，当年就是李哲，大家都知道你3年前不辞而别，随后公司机密泄露，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啊？我劝你啊，还是快离开吧，免得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。你也不相信我？3年前我确实有原因没能和梦楠站在台前一起经营公司，但是我绝对没有做过伤害公司和梦楠的事。对不起啊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也没有发言权的，你还是快走吧。保安，送客。没错，罗助理，对付这种死缠烂打的人，就应该直接了断。不愧是张总手底下最得力的助手，我看啊，等分公司的决定下来，我们就该叫您何副总了。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金雪，李哲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敢这么对你？我没事，但是我的 U 盘现在在他那儿。把东西给我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没必要，也没有资格。哪里来的野丫头到龙腾大厦来撒野？保安，都给我赶出去！慢！今天谁要是敢将我和李哲赶出去，我会让他后悔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敢在龙腾公司的地盘上说这种话？就凭我是你们龙腾公司的股东。江雪，你是龙腾的股东？你忘了，当时你在研究所里忙得脱不开身，想托我帮你照顾一下这家公司。当时我觉得这家公司的投资前景还不错，所以就入股了一股。怎么可能？今天所有的股东都在场，庆祝公司达到上市标准，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你，休想骗我！就是，今天所有的股东都在上面开会庆祝，我看这就是俩骗子。就凭你们公司的市值，还不值得我亲自出马出席会议。在上面开会的是我的一位代理人，真是蛇鼠一窝。既然有代理人，有本事让他下来让我们看看。好啊，希望到时候你们可不要后悔。后悔？只怕是你们受不了惩罚。我现在在你们龙腾大厦楼下，受到了公司里一些人的刁难，你最好现在立刻给我下来，解决这件事。是，我明白了，江总，我马上就下来。现在的骗子可真专业，做戏都做一整套的。要不是我事先知道，我差点就以为是真的呢。是真是假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希望到时候你还能这么跟我们讲话。好啊，我倒是想要看看你这个所谓的代理人到底是谁。何丽，那个 U 盘里面的东西很重要，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，你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。你快把它还给我。李哲如此在乎这个 U 盘，想必这里面一定有很值钱的东西。3年前我偷卖了足足500万，如今我正好有个空 U 盘。好啊，如果你们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不是来闹事的无理之徒，我就把 U 盘还给你。但是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公司的股东，那我就有理由怀疑你们是商业间谍。那这个 U 盘里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。简直太可耻了，何丽！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嘚瑟多久。
嘚瑟不了多久的人是你们，一个底层废物，一个野丫头，也敢跑到龙腾公司来撒野！大胆！谁给你冒犯贵宾的权利？王总，这2个人来公司闹事，这个女的，她还冒充公司股东，说您是她的代理人啊！闭嘴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江小姐也是你能阻拦的？江小姐，属下王月见过江小姐。什么？王总居然真的是他的代理人？完蛋了！今天在这里为难过江小姐的人，我作为江小姐的代理人会追究到底。王总您息怒，这是谁能知道他是我们公司的股东吗？没想到我们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。现在先从你这几个有眼无珠的家伙清算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江小姐，他们怎么处理？李哲，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你看着办吧。你们几个都被开除了。什么？江小姐，我们……哎，快滚！你们想为整个行业谋什么？现在轮到你了。我错了，江小姐，我错了，李哲，是你的 U 盘，还给你。李哲，他先不用管他，我现在只想见到木南，想知道当年我走了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王先生，你可以帮我联系一下这个公司的总裁吗？好的，多谢啊。喂，王总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张总，我的代理人今天到公司视察了，没想到意外看到了一些公司的不良风气。我们在迅速发展公司的同时，也还要注重公司的内部风气建设。有这样的事儿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王总，之后我一定注意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有一位客户想要见你，你看方不方便？什么客户啊？王总推荐的人，那一定都是贵人，我肯定见。我的这位客户也是张总你的熟人，李哲。李哲？张总，他现在就在楼下，你是不用了，王总，这个人我是不会见的，还在这里。张总，公司的流言我也听说了，我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还是见一面解决比较妥善。多谢王总关心，只是他现在根本不配跟我交流，我也不想再看见这个叛徒，请你让他离开吧。要是我以股东的身份要求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可以选择退股。好，心有此理。说什么？江城上流宴会的邀请函还是最高规格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人如此厌恶？李哲，别担心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等会儿见到他就真相大白了。木南，木南，好久不见。李哲，你想说什么？木南，3年前，3年前就是你偷走了公司的关键技术。不是我，木南，你相信我。相信你。3年前我相信你，你偷走公司机密，在公司最危急的时候逃走。3年间我相信你，你对我不闻不问。现在公司上市了，你回来了，说让我相信你，凭什么？木南，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是为什么。这张卡里有100万，拿着，滚！100万，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是吗？先生，想要多少？自己请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你知道他为你付出了多少？你居然这么对他！江城宴会最高规格，邀请函到。
他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手里拿着的可是江城上游最高规格的邀请函。你知道这张邀请函是谁送给？你该不会想说是你这个废物送的吧？李哲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爱说大话，真是我疯子。也罢，现在说什么他都是不可能相信我的。等宴会那天，我把那个叛徒带到他的面前，他才会相信我。江雪，你帮我查查，3年前到底是谁出卖了龙腾公司？啊，感谢龙腾的信赖，期待我们之间的合作。期待合作。木南，这上流社会的宴会就是不一样，大家不仅身份高贵，而且谈论的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商业合作呢。丽丽，眼光放长远一些。今天来参加宴会的都是江省有头有脸的大人，不仅涉及到商业合作，而且还有很多行业前沿消息。我受邀来参加宴会，就是为了给公司更好的发展。哎呀，多亏了有你，我才能参加这场宴会。有什么秘密消息吗？据说今天西南研究所的主任江山海也会来参加。江山海就是那个手握数10项专利技术，每一项都能让一个企业登顶行业巅峰，无数老板想与之结识的江主任。不止如此，江主任不仅本身技术高端，关键是他背后的那个人，他可是西南研究所的首席。我听说啊，这首席如今还未满30，已经为我夏国攻克了近100项科技难题，还获得了无双国士的称号。那个人是谁？左顾右盼的，不会是混进来的骗子吧？梦楠，李哲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找出3年前出卖龙腾公司的真凶。好啊，你个李哲，骗人都骗到这里来了。安保呢？安保呢？抓住这个骗子！何丽，3年前你也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我。木南，3年前出卖公司的就是他。你胡说！梦楠，你要相信我。李哲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你今天来宴会到底是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要一个解释的机会。解释？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3年前的事情已经盖棺定论了，你现在毫无证据的污蔑我，你小心我告你诽谤！证据又得到了。你能有什么证据？一个底层的垃圾，竟然也敢混到这里来！你有邀请函吗？安保，给我把他赶出去！你说的是这个？怎么，偷已经满足不了你，现在改抢？你用你的猪脑子好好的想一想，我要是没有邀请函，我能从那个地方走进来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那个富婆小女友给你的邀请函吧？真是搞不明白，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他到底是怎么看得起的？啊！下次你要再敢乱说，就不是一个耳光的事儿。安保，安保！这个人公开行凶，把他给我抓走！李哲，你在干什么？几年时间不见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粗鲁蛮横，这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木南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李哲，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再相信。梦楠对你没什么好说的，这个背信弃义的叛徒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这个贱人居然还敢！够了，李哲，你到底要闹成什么样子？你知道今天宴会会有什么人要到场吗？那可是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生死的大人物。大人，梦楠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不管在江城是多大的人，在我的面前都要低头行礼。笑话，你这个废物也配让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行礼？小子，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，
居然敢说这种话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就是传闻中盗取我们公司机密、消失了3年的张总前男友李哲。什么？这种家伙还有脸出现？要换作是我，早把他送进监狱了。依我看，这种人就不应该出现在宴会上。我提议将他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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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哲，你走呢？诸位，今天在这场宴会上聚集了江城诸多名流商贾、各界精英，想必大家对于我面前这个无耻小人也很是厌恶，所以借此机会，我斗胆向大家提议封杀他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封杀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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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哲呀，李哲，今天以后，整个江城都无你的立足之地。这不知道。梦楠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我们只是普通的技术交流而已的。那你告诉我，3年前你银行卡里多出来的500万，是谁转给你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真是瞎了眼了，让你当我的助理！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要告得你倾家荡产，让你这辈子都在监狱里出不来！梦楠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当时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。我也一直都很想坦白的。亏我那么相信你，你却背叛我！李哲，李哲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污蔑你的。我求求你跟梦楠说说情吧。滚开！木南，你现在相信我了吗？就算证明了你没有背叛我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醒醒吧，我们现在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。看到我手里的邀请函了，这个是最高规格的邀请函，是身份的象征，比你那个靠出卖色相得来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。什么？那居然是最高规格的邀请函！这可是身份无比尊贵的大人物才能送出的东西。李哲，就算证明了你没有背叛，我们现在也已经无法复合。那我们当初的梦想，我的梦想现在已经实现了，而你现在已经不配站在我身边。拿我送你的东西来羞辱我，你简直是可笑！你的东西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小子，你看清楚，张总手里的可是本次宴会最高规格的邀请函，全场只有1张，那可是江主任亲手写的。你小子难道姓江？我虽然不姓江，但是你们口中的江主任是我的下属。什么？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你敢称是江主任的上司？你不会想说你是那个西南研究所的首席无双国士吧？不行吗？李哲，你既然冒充主席，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？想让我跪下道歉，就凭你们，简直是不自量力！我倒想看看，在整个江城，有谁能让我李哲低头道歉？真是好笑！在场的诸位嘉宾，那可都是江城上流人物，封杀你个小人物，哼，绰绰有余。没错，封杀你都用不着大家出手，我一个人足矣。既然你死不悔改，那也别怪我们在场的诸位大欺小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个以大欺小。李哲，没想到这几年不见，你居然变得这么狂妄自大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继续待在这儿，整个江城将没有你的立锥之地。我倒是想见识，到底是谁有能力能把我李哲全城封杀？西南研究所的江主任马上就到，快把他的双腿打断，拖出去，以免惊扰了贵人。好啊，我倒是想看看，等他到了，到底是谁能受到惩罚。李哲，
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执迷不悟啊？不好，江主任马上就到，快将这个骗子拖出去，免得误了江主任的眼。西南研究所主任江山海先生到。完，把他拖出去，让他惊扰了江主任，们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谁给你们胆子？您就是江主任吧？我是龙腾科技的总，不用介绍，我们认识。把偌大的宴会搞得乌烟瘴气，难道这就是江城名流的待客之道吗？怎么都变成哑巴了？刚刚声音不是很大吗？这怪不得我们，江主任，您请息怒。对，都是这个骗子扰乱会场秩序，还冒充首席。哦，骗子！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冒充国士无双的首席？一只苍蝇在此增添笑话。江主任，你不必在意，马上命人将他赶出去。江山首席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直呼江主任的姓名！住嘴！西南研究院主任江山海见过首席。江山海见过首席。哎，老江，你我同僚一场，不必多礼。首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事出必有因，你还记得我找你要的一张邀请函吗？原来是您要亲自来的，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，我好安排？无妨，我若不亲自来，怎么会知道有些人的心里所想？既然如此，你怎么又会被污蔑成骗子？这就说来话长。江主任，这中间或许是有什么误会。不，你们可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我西南研究院的首席大夏的无双博士。什么？江主任，您搞错了吧？这个小白脸，他怎么可能是首席呀？首席，我们冲撞了真龙，这下死到临头了。在下无能，让手术，请首席责罚。无妨。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请您原谅。对，之前都是被小人蒙蔽了双眼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求求您原谅我们。前居而后，刚刚还真是上演了一场闹剧。之前你们众口铄金，口口声声说我是骗子、小白脸，我的话不可信。现在后晚了，把这两个为所唱的家伙拖出去！大人饶命啊！我愿献上我所有的财富，请您放过我的家族。是啊，大人，我等愿献出全部身家为您马首是瞻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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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命啊！大人，饶过我们！李哲，你真的是西南研究所的首席？没错。那之前给公司的1000万投资也是你给的？没错。最高规格的邀请函也是你送的？都没错。给你1000万资金的是我，送你最高邀请函的也是我，万人之上的西南研究院首席还是我，从始至终都是我在默默的帮助你。你以为3年前我叛逃背信弃义出卖公司？你以为我打听你上市恬不知耻回来求财？你以为我混进宴会厅死缠烂打无你清白？可是这些你从来都没有说过呀！可是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信吗？我也是被何离给蒙蔽了，所以我才……何离的谎言我也戳破了。可是你呢？你说你是高高在上的龙腾公司总裁，而我已经配不上你。既然我配不上你张大总裁，咱们俩就再无瓜葛。那就请你现在把之前我送给你的全部还回来。第一项，龙腾公司初期投资1000万，现在价值10亿。即日起退股龙腾。是。李哲，你不能撤股，你要是现在撤股了，公司就很难上市了。第二项，江城最高规格邀请函1张，价值20亿。这邀请函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沉溺于幻想之中，你的一切皆源于我。张猛男，如果你现在放手的话，我还可以留你一丝情面。李哲，
你堂堂首席，为什么连一张邀请函都不愿意留给我？不是我不肯，而是我现在不愿意。以前我对你付出再多，那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而现在，哪怕是一张纸，我都要全部收回。我花了3年时间，这么努力才走到这一步，马上就要成功了，怎么可以倒在这儿？李哲，都是你，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。张猛男，没了李哲，你以为就凭你真的能把龙腾公司经营起来吗？这几年没有他，龙腾不是照样蒸蒸日上吗？真是大言不惭。第3项，这3年间，西南研究所暗中资助，价值无法估量。暗中资助？你可知龙腾公司前面的每一笔订单从何而来？当然是西南研究所。难道你要不动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，西南研究所凭什么会投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还要送数笔订单？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公司产品优秀、技术先进吗？江城产品优秀小公司如过江之鲫，凭什么会相中你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你们公司的每一笔订单都是首席为您找来的。你以为啊，凭你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凭什么能得到西南研究所的青睐？原来如此，我说张总平时如有神助，原来是暗中有贵人啊！其实张总就是个绣花整风，没了大人物，什么都是。我能有我今天的成就，全都是靠我自己，你们都在骗我！是真是假，其实你内心已经早有答案。算了，这个宴会厅也够乏味的，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将，记得把我之前送出去的东西全部拿回来。好的，首席。李晓，你不能走。李晓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？现在想和好吗？张猛男，我觉得你太好笑了。你其实不是想跟我和好，而是想和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交往。李哲，我们可能只是有点误会。现在知道有误会，那你之前为什么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？无非觉得我李哲就是个小人物，配不上你张。现在知道我是研究院的首席，就想要和好如初了。张木南，你现在的做法让我觉得更恶心。李哲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像你这样势利的女人，不配得到李哲。李哲，我后悔了，我不应该偏心别人，我也不应该说那么重的话。我们之间那么多年的感情，在你的眼里，我们多年的感情，在权势和地位的面前一文不值。现在也无关紧要了，张梦楠，今天的羞辱与谩骂其实都不算什么，你的傲慢和势力才是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根本。也好，今天我能看到你张梦楠内心所想，也不枉此行。真是鼠目寸光，有眼无珠。我看这龙腾气数将尽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碎，看来是命中接不住这破天的富贵人。我看龙腾公司已经命不久矣了，到此。李哲，难道你要亲手毁掉属于我们的公司吗？李哲，李哲，一切都完了，我的财富、地位，还有他，都离我而去。我对你不够好吗，何丽？要不是你背叛我，把窃取机密的黑锅抛给李哲，我要
怎么会不相信他？事情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梦楠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反省过了，我求求你不要报警好不好？让我这辈子就完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错过李哲？他明明是我男朋友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有没有可能，这个李哲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，自始至终他都是在骗我们的？这还能有假？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如果说李哲是什么大人物的话，那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啊？而且我已经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神秘的网友开发者艾尔法？当然，但是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？他才是真正的无双国士研究所首席啊！你想呀，除了他，谁还能无偿提供给你那么多先进的技术呢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开发者阿尔法才是西南研究所的首席。没错，只有我才有这么多的技术，其他人都是在冒充我。你是张总，我想您应该认识这个吧？这是之前开发者阿尔法送给我的技术，难道你才是？可是连江主任都站台李哲啊！那个李哲啊，就是个赘婿，不知道怎么了就攀上了江家的高枝。那江主任为了自己的女儿，才肯出演这一场骗局，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。没错，江山海知道你们不认识我，所以让他假冒。什么？好你个李哲，居然敢冒充首席，还为了攀上高枝羞辱我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给你的 U 盘，你这几天看懂了吗？哎，我只是看了个皮毛啊，朴梅，你是从哪儿搞到这种价值无数的技术的呀？这太那个什么了。这些你别管，你只需要配合我，冒充一个人，事后咱俩股份卖了再来分。哦，这么好。首席，我是龙腾科技的总裁，我想你心中所想，我和厉小姐呢，已经全部都告诉我了。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而且我欠她一个人情，所以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你啊。梦楠，3年前的事情是我有错在先，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，我相信你是有苦衷的。况且你这次还动用了这么重要的关系，有了真正的首席支持，我们一定能成为行业顶尖。李哲，不要让你为你自己说出的话后悔。公司不仅不会毁在我手上，反而会发扬光大。张总，那我们聊一聊合作的事情吧。一切以首席为主。由于工作性质隐秘，我本不愿抛头露面的，所以一直在网络上跟你联系。既然我们现在线下见面了，以后呢就可以电话沟通。当然没问题。我是堂堂研究所首席，我不会白白的帮你。想跟我合作的话，请拿出自己的诚意。好，如果首席愿意技术支持我们龙腾，并且拿出新的技术，我愿意把我们龙腾50%的股份拿出来作为回报。龙腾公司50%的股份，那个张总，会不会太多了？不多，首席的出手值这个价。好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不过呢，这次我工作行事隐秘，不到万不得已的话，我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而且我不会在明面上帮你。有您的技术支持，何须动用关系？哈哈哈！好，放心吧，这份技术价值千金，你是不会后悔的。李哲，李哲，别发呆了，咱们的公司我已经创立好了，名字就叫重启。重启，很不错的名字。接下来我就不继续彷徨了，准备投入新的工作吧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整个工作狂。要是忙起来，什么事儿都能忘掉。对啊，物是人非嘛。今天也算是结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事。接下来就重新面对生活吧。那既然开启新生活了，
有没有兴趣开启一段新的感情？哎呀，李总、江总，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呀？钱总太客气了，今天是神工坊举办的重要行业峰会，作为行业新人呢，怎么能够错过这个机会呢？行业新人，李总你太谦虚了，你要是行业新人，那我们算什么？就是重启公司第一份产品就震惊业内，销量数十亿，现在公司估价100亿了。有钱人都挥舞着钞票想找你投资呢，有谁会不喜欢会下金蛋的母鸡呢？各位老总，过奖了。我们还有事，就先不打扰了。好，那你们先忙。行，李总请。这重启公司就是这么厉害，短短数月竟然成了庞然大物。你不知道，那位江总其实是某位大人物的女儿。怪不得这么厉害，原来是有背景的。李哲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啊？我西南研究所首席的身份太敏感了，不太适合抛头露面。再说了，我要凭借身份去打压同行的话，那岂不是就像电影里面的反派了？你这人还蛮有原则的嘛。既然决定和你一起开公司，我就不想那些盘外招了。我要堂堂正正凭借我的技术打败所有的同行，这才是我立场。你不用，就怕别人用。如果有些人不讲武德，想耍阴招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以大欺小了。快看，龙腾公司要推出新的产品，听说成果碾压最近风头正盛的重启公司。龙腾公司好大的口气，居然想要挑战重启。不好说，龙腾也曾是行业翘楚，说不定藏有什么黑科技。龙腾以前的技术数一数，现在也未尝不能挑战重启的地位。诸位同行，各位前辈，接下来你们将见证历史。这台电脑装载了我们龙腾公司最新的技术软件，它可以将电脑的处理速度提升100%。什么？100%？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现在最厉害的系统软件就是重启公司的，但是也只能提升电脑处理速度的50%啊。如果是真的，它确实是见证历史了。这听起来好像是我 U 盘里面的技术，不过那份技术还有缺陷，只是一个半成品。接下来由我们龙腾公司新任的技术总监为大家演示。在没有开启软件的情况下，电脑处理这份数据需要10秒。而现在打开我们公司的软件，电脑处理速度将会直接翻倍。哇，这么高！哇，什么？电脑处理速度真的提升了100%？今天以后，同行业再也没有龙腾的对手了。相信大家都看到我们龙腾技术的强大了。为了回馈大家，接下来我宣布，本项目即日起正式接受外界投资。这个项目我愿意投资20亿。捡钱的生意谁不愿意啊？我出30亿，我全部的身家50亿都用来投资。我也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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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正好今天重启的总裁坐在对面，不知道您对我们公司的黑科技有什么见解？什么？重启公司的总裁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就是自家产品在风头最盛的时候被对方打败了，这谁能接受？龙腾总裁就是杀人诛心，
不过谁让重启自己技不如人呢？怎么样，李哲？有兴趣讲讲吗？李哲，既然张总盛情难却，那我只好锐评一番了。不怕你不说，就怕你说不出来。不知道你们介不介意，让我仔细看一下你的新产品。给他看，我到底要看看他能放个什么屁出来。好，李哲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让你看看，谅你也不敢当着各位同行的面捣乱。捣乱？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？你们的产品都没有经过全面的测试就敢开发布会，你们的胆子是真大呀！你是在嫉妒我吧？李哲，你就看着吧，没了你，我张木南照样能成为行业顶尖。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赘婿吧。赘婿，话不投机半句多也罢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新产品到底是真是假。这不就是我 U 盘里测试的软件吗？代码居然一模一样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是你的 U 盘，还给你。原来 U 盘被调包了。怎么样，李哲？以你的水平，看出什么来了吗？我劝你还是乖乖的给我赔礼道歉吧。你偷别人的东西原封不动拿出来用，改都不改一下，这未免也太无耻了吧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软件可是我们的技术总监亲自研发的，你该不会是得了什么失心疯吧？没错，臭小子，我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你应该连研发产品的经验都没有吧？你竟然敢评价我的产品啊？谁给你的勇气？你的产品，就凭你，也能开发出来这样的软件？没错，就凭我，因为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开发者阿尔法。你说你是开发者阿尔法？不错，你知道阿尔法在软件开发领域的含金量吗？那我呢，是这个行业当中的No.1。他就是开发者阿尔法，龙腾这次技术飞跃，原来是有他的加盟。开发者阿尔法一直在行业里不显山不漏水的，今天居然见到真人了。龙腾有了开发者阿尔法的加盟，岂不是要鱼跃龙门？看到了吗，李哲？科技公司最重要的还是技术，而不是赘婿攀附来的微末关系。好，你说你是开发者阿尔法，那你用什么来证明？证明我拥有如此超越时代的产品，我还需要提交什么证明啊？这需要什么证明？还有技术在那摆上面啊，还有技术在那摆。确实啊，这样的技术只有传说中的开发者阿尔法才能拿出来。李总失策了，这时候怎么能上去丢人呢？现在好了，白白让竞争对手长了威风。李哲，你就不要在这硬装什么懂科技的大佬，真正的能人，那都像刘总监这样，不轻易显山露水。你说我不懂技术，简直是可笑。如果我不懂技术的话，那在场没有一个懂技术的。大言不惭呐！你别以为你公司有点小技术，你自己就真的有能力了啊！李哲，如今重启的技术已经被我们龙腾甩了好几条街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将拿下行业内所有的项目，你们一份也拿不到。还想要接商单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交一份半成品，糊弄和欺骗消费者？什么半成品？
不会吧？这眼是不是还好好的嘛？你少在这危言耸听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故意给我们公司泼脏水。就是，我的技术超越时代，就算是有问题，也不是你这个小白脸能够看出来的。我当然能看出，因为这些都是我亲手写出来的代码。什么？代码是他写的？胡说！你区区一个小白脸，你敢冒充我？李哲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，就你也配？放开我！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才会帮你。张木南，你龙腾公司以前的技术是谁无偿给你提供的？当然是刘云，他作为开发者阿尔法，跟我成为朋友，自然会把技术给你。怎么，难不成你想说是你？不是我，能是谁？一个小小的赘婿，竟然敢冒充我！给我撒开！就你这德行啊，你还敢冒充我？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赘婿，运气好让你蹦跶了几天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根葱？李哲，像你这种不懂技术、不懂公司的家伙，也敢冒充开发者阿尔法，真是贻笑大方啊！谁是真正的开发者阿尔法？我自有方法证，就怕你们不敢跟我赌。我凭什么跟你赌啊？你算老几啊？那就是你们不敢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。但是，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那你就要跪下来跟我道歉。哎，梦楠，这种小人，咱们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我建议直接把他给轰出去，以免扰乱咱们的秩序。刘总监，难不成你对你自己亲手研发的项目没有自信？他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他能看出什么毛病来？我是怕节外生枝，以免他影响到咱们发布会的安排。刘总监不必多虑，我们踩死他，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，用不了多久。李哲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原形毕露，也报你之前的不辱之仇。我侮辱你，那天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的。张木南，我看你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。难道你忘了我是谁？李哲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你只是懂在江主任背后狐假虎威罢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李哲，今天没有江主任给你当靠山，我看谁还能来救。如果你今天拿不出证明的话，那你就要跪下来跟我道歉，并且爬着滚出行业峰会。杨老大，哎，快看，神工坊江城分部的杨老到了。杨老，您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那边为何如此吵闹？重启公司的李总认为龙腾公司发布的新产品不仅有问题，而且还盗用了他的技术，正在给自己证明呢。胡闹！好好的一个峰会，搞成了什么样子？让他们赶紧散开！神工坊总部马上派特使来视察，再敢捣乱，别怪我们客气。杨老，据说那边有一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开发者阿尔法。什么？快带老夫去看看！如果能结识开发者阿尔法，老夫升总部有望。阁下就是传说中的开发者阿尔法吗？正是。请问老先生，您是？我是神工坊江城分部的负责人，姓杨。原来是主办方杨老啊，久仰久仰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只是开发者阿尔法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先生，如何证实您的身份？杨老，请看。这个呢是由本人亲自设计的电脑软件，它可以将电脑的性能提升至100%。哦，竟有如此神奇的软件，让老夫看看。杨老，请看，这是原本需要处理10秒的数据。太厉害了，果然是年轻有为。刘先生，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技术，请受老夫一拜。杨老先生，别被他骗了。先生，这位是杨老。这个呀，
只是一个嫉妒我才华的屌丝罢了，不用理会他。年轻人，因自家公司的产品不如别人就嫉妒，气量太狭小了吧？如此划时代的技术，岂是你能玷污的？还想冒充开发者阿尔法，试图找出软件中的漏洞，真是笑掉大牙了。简直是胡闹！开发者阿尔法是什么身份？也是你这个毛头小子可以冒出的。信不信由你，你们只要让我操作这个电脑，我就可以证明这个软件是盗用我成果的半成品。你操两个小丑，你到现在还不死心啊？杨老，这根本就不用做什么证明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个人赶出去就行了。不用证明，是你不敢才对。谁不敢？我只是不想跟你一般见识罢了。刘先生，今日有老夫在此作证，不如您与他比试一番，让他心服口服。是啊，没错。好啊，我同意。刘总监，意下如何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众所周知，国际上通常使用测算圆周率的数量来测试电脑的性能。没错，圆周率无穷无尽，最适合电脑性能的比拼测试。确实，普通的电脑每10秒能处理2000多位，不知道龙腾这边。在没有开启软件之前，我们的电脑每10秒钟可以处理4000位圆周率。在开启我们的软件之后呢，处理速度可以直接翻倍，每10秒钟可以处理8000位。这款软件确实神奇，竟能提高这电脑1倍的性能。臭小子，该你了。好啊，你给我搬台电脑上来。好呀。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能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会场电脑特别的紧缺啊，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老古董了。怎么？难道你想说你离了那些新电脑你就不行了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劝你不要比了。拙劣的手段。好，我也不欺负你，只要你能赶上我一半的数据，算你赢。这台老古董比我儿子年纪都要大，还能开机吗？不是他，这台老电脑就是性能提升10倍，也比不上龙腾这台啊。李哲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。20年前的老电脑能跟现在的比吗？两者的性能简直是天壤之别啊！小子，我劝你啊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啊！你别急嘛，一会儿啊，不用一起到这。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在那胡写东西呢？把老玩意儿都给写坏了啊！小子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还不乖乖给先生道歉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给我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技术。什么？20年前的老古体，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处理速度？这居然是真的！这台20多年前的电脑，在软件的加持下，性能就远远超过现在的高级电脑。这不可能啊！偷来的东西远不如自己的。怎么样？还需要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开发者阿尔法？李总的技术竟然比刘总还强，看来李总才是货真价实的开发者阿尔法呀！不可能，你一定在耍花招！上个世纪的老东西，怎么可能超越这个世纪的产品？确实如此，20多年的科技差距，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软件就能超越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种技术。哦，对了，
你这个软件一定是通过榨取设备的潜力，提高的性能，这种方式既不稳定也不持久，只有我的软件最安全可靠。原来如此。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找毛病吗？你现在找了，找到了吗？你呀，就是在耍小聪明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这手段连老夫都差点上当了，还是阿尔法先生独具慧眼，技艺高超。杨老，这也不能怪您，他可是演戏的一把好手。之前他还当着我的面冒充过某位大人物。好，好，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本来不想赶尽杀绝的，让你们知难而退，没想到你们却倒打一耙，不就是找问题吗？那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为什么这个半成品是有漏洞的。让开！哼！还有谁不相信的，只管上来看看。好，就由老夫来看看，你耍的什么花招。这不是毫无变化吗？你在戏弄老夫！你别着急嘛，你再打开软件试试。这是如何？好端端突然重启，难不成真的如李哲所说，这其实只是一个半成品？拿个半成品来糊弄我们，还想骗取投资？张总是否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？柳云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干什么？他一定在里面动了手脚，他是嫉妒我们公司的产品，所以从中作梗。他想扰乱我们的发布会啊！你他妈好狠毒呀你！我做了手脚，就算是我做了手脚，那你一个大名鼎鼎的开发者阿尔法，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小伎俩吧？我当然可以啊！等我完成这个事情，我让你再嘚瑟一会儿。出开！他应该是在软件里添加了什么病毒，老子也可以处理啊！区区个小白脸，还想唬住你爷爷我？这开发者阿尔法怎么看着有点名不副实啊？对啊，连李总的问题都接不上来，难不成是个假货？廖云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不是……你怎么会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？不好意思。我今天这个状态实在是不太好，哎呀，我肚子疼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灯光在闪烁？坏了，一定是触发了峰会的防护系统，我们都要被关在这儿了。刘云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是我弄的呀！诸位不用惊慌，在原地保持安静即可。吓死我了，差点以为会被关在这里。多亏了李总，要不然我们就被那个家伙给害了。小子，你到底玩的什么把戏？你莫非是年纪大了，脑子也糊涂了是吗？这分明就是他操作不当，触发了警报。李哲，你究竟对我们公司的软件做什么？这不是你们的东西吗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还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你们公司的东西？一定是你！你少在这混淆视听啊！你是不是在这电脑里面装了什么木马病毒啊？才导致了峰会现场防护系统的启动。你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！这份软件的确可以提升电脑的运行速度，无可置疑。为什么我说这个软件只是一个半成品？大家请看。这是为什么？明明是同样的操作，却有不同的结果。因为一个软件只能处理一件事情，我只不过是打开了2个软件，所以才会让电脑陷入失败。妈，原来只是个样子货，这谁家的电脑只能处理一件事啊？我刚刚上台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干什么，只不过是多打开了1个软件而已。难怪杨老刚才第一次尝试，电脑会死机啊。所以，这位大名鼎鼎的开发者阿尔法，请问这么简单的问题，
都看不出来。各位，现在谁才是真正的开发者阿尔法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李总一直深藏不露，这是真正的高人风范。我之前一直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差点都冒犯了李总。你居然是假的！张总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居然拿一个半成品想骗取我们龙腾的股份！骗！咱俩这个交易，你情我愿，协议里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自己回去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什么意思？咱俩协议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啊？我用我的新技术换你龙腾集团50%的股份。你拿一个半成品，还想换取我龙腾的一半股份？是啊，技术不成熟那是另外一码事，但是我的确是拿出技术。怎么着？可是那是因为你仔细回忆一下，我当初是不是这么说的啊？我说我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来给你提供技术。首席的出手值这个价。好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不过呢，这次我工作行事隐秘，不到万不得已的话，我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而且我不会在明面上帮你。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一切。兵不厌诈，张总，这个词儿送给你。既然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就这么黄了，那我们的合作也就到此结束了。不过我要谢谢你的股份啊，say goodbye。你哪儿也去不了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偷我技术毁我名誉，你说我要怎么处理你？李总，我被朱友给蒙了心了，我不该冒犯您，您饶了我行吗？放了你，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开发者阿尔法，我怎么敢跟你相提并论？李哥，我不该冒充您，我给您道歉，给您道歉。我是一个不懂技术的废物，我是废物，我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小白脸，我才是小白脸。我是一个冒充开发者阿尔法的骗子，我是骗子，我是骗子。我真的很好奇啊，到底谁给你的勇气来冒充我的？你知不知道冒充我的后果是什么呀？盗取技术、诈骗粉、虚假宣传，哪一项罪名你承受得起？不是，我，还是说你已经做好了在监狱度过一生的准备了？别！这李总，我错了，放过我行吗？我不应该冒犯您的身份。是他，是这个贱人逼我这么做的。你这个骗子居然还反咬一口！就是你，李哲，是他和何丽联手骗我，我不知道你才是。你简直是愚蠢到无可救药，连何丽那种女人都可以把你骗过去。李哲，你得救我，公司的一大半股份全部都在他手上了。救你啊？我怎么救你啊？你不是开发者阿尔法吗？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次，只要你再给我一份新的技术，这样我们就能……你配？你配吗？李哲，你得救我！自从上次你撤资之后，龙腾的估值就一直在下降。如果你这次不帮我，龙腾就真的要倒闭了。你破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龙腾不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鲜血，从你断情绝义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不是了。正好，我让你今天亲眼见证这个公司是怎么毁在你的手里的。
哈哈，易先生，之前是我没能明辨是非，误信了骗子。无妨。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意愿转让这份技术？哦，杨老先生的意思是，也想分一杯羹？不，我只是看这个技术不够成熟，还有缺陷，你解决不了，老夫想……哎，这个就不用杨老先生关心了。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是有办法解决的，暂时也没有想转让这个想法呀。年轻人，多个朋友有多条路。我杨某人在江城还是说得上话的。你要明白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的道理。看来杨老先生这是要强卖吗？我敬你是开发者阿尔法，愿意接盘你这有缺陷的技术。你如今这般态度，莫不是看不起我神功坊？神功坊可是全国顶尖科学家汇集之地，院士不计其数，甚至有无双博士坐镇。这样的庞然大物，岂是我们这些商人能得罪的？我就是看不起你。好大的口气！你要知道，就凭你这句话，足够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之前敬你懂几分技术罢了，若是比拼权势财富的话，一个刚刚成立的重启公司还不够资格。像我们这样的商人，若是得罪了杨老，江城恐怕是混不下去。就算他是传说中的开发者阿尔法，也斗不过杨老，更不要说杨老背后的神功坊。臭小子，今天的技术，你是卖还是不卖？你这是在强迫？强迫你又如何？除了你网上的身份，现实中你不过是个崭露头角的商人，而我，神功坊分部的负责人，对付你这种商人，有上千种手段。你好大的口气！一个分部的负责人，居然说出这样的话。在江城的商界，我就是天。好啊，你好得很啊！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这江城商界的天。李哲，你若是答应，今天的事就过去了，日后有厚礼奉上。我若是不答应，马上就有神功坊总部的特使来视察。你若是不答应，别跟我心狠手辣。怎么？难不成你还要对我动粗不成？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以免让到了特使大人。不许动弹！你是江山海的女儿，这个人，你动不了他。动不了？不可能！就凭他对我神功坊不敬，足以定罪。怎么？你想保这小子？不是我想保他，而是你不该动他。不该动他？论身份，我和你父亲相等。他一个懂点技术的毛头小子，我ful手可灭。大胆！你可知他是何人？我管他是何人，在江城还没有我惹不起的人。来人，把他们一起拖下去！神功坊特使到。属下杨建明，恭迎特使大人莅临江城。你就是神功坊江城分部的负责人？正是。气运非凡，注定有此富贵。特使大人，您何出此言？且随我一起迎接无双国师。什么？无双国师？我收到总部消息，神功坊总负责人无双国师也要出席此峰会。哎呦，若能接待无双国师，那我升入总部指日可待。什么？无双国师？那位攻克大夏无数科研难题的西南研究院首席？原来这位无双国师不仅是西南研究所之首，还是神功坊的领导之一。没想到无双国师会来这，如果能见上一面，可谓三生有幸啊。李总怕是危险了，如今特使在场，定要治他的不敬之罪。特使大人，属下还有一事禀报。什么事？报告大人，峰会场内有一个对我神功坊不敬的狂徒，若不及时清理，恐怕会惊扰到国师大人。什么？竟然有人敢对我神功坊不敬？对，此人狂妄之极，不光对我神功坊不敬，还扬言要教训属下。
真是好大的狗胆！立刻将此人给我处理掉。是，给我上！张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是无双国师？属下赵龙拜见无双国师。国师大人，您怎么在这？怎么，我来不得这里？属下失言。你身为特使，就是这样纵容手下、鱼肉百姓的吗？属下不敢。我以为这里……你以为没有经过任何的调查就偏信一面之词？你这个特使就是这么得当？属下知错，全凭大人处置。是国师大人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的！瞎了你的狗眼！竟然敢冒犯无双国师！在这非议无双国师大人，真是好大的狗胆！今日起取消你江城负责人的身份。大人，对于冒犯您的家伙，您想怎么处置？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天威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吧！你就是江神的天？不敢不敢，你有上千种手段来对付我啊！没有没有，我手里面的技术你还要不要？不敢要，你饶了我吧！不干了不干了！你不是不敢，是你完了！拉下去！神功坊出名，相关行业全面封杀，有事不得录用。明白。国师大人，国师大人，特使大人，国师大人，国师大人，特使大人。大龙，把那个冒充我的骗子也抓到治安局去。哎，李总啊，不，尊敬的国师大人，小的是有眼无珠呀，冒犯到了您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呀。我都是被那个贱人给骗了，我，还有这个技术，这个技术是何力给我的，他让我过来的。原来如此，那天的 U 盘的确被他调用了。对，我现在全招，我全部都告诉你。何力找到我，让我假冒开发者阿尔法，然后让我骗取一部分龙腾公司的股份。没想到那个贱人就是如此之傻，他直接给了我一半，我也没办法。把他给我带下去，送到治安局，同时把何力给我带过来。哎，不，带走！我都招来，我说，哎，哥们儿，去哪？哎呦，我的！好好的一场发布会，竟然弄到如此地步，真是活该。可不是嘛，就是没想到李总竟然是无双国师，可惜后悔没能教好。不过现在最后悔的应该是他吧。李莎，宴会那一次，我对你已经很开恩了，这一次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是真的受洗，那都是何丽她骗我的。何丽，她不是你的好闺蜜吗？她骗你干什么呀？既然你选择相信了她，那这一切的后果，等你自己来承担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以后再也不轻易相信别人了。等我找到他，我不用等他了。犯人何力带到。都是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李哲怎么会闹成这样？哎，张梦楠，你少给我装清高，从一开始你就瞧不起李哲。李哲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张梦楠，我是认栽了，但你也别想好受。你什么意思？公司的股份我早就卖了，你就等着收拾烂摊子吧。李哲，神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张梦楠，时至今日你才后悔，晚了。
你有今天的地步，皆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是你自己轻信小人，胡乱操作，才把公司拖入万劫不复的地步。我错了，李哲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的对错与否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不用请求我的原谅，已经毫无意义了。李哲，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我以后是一定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不会再轻易相信别人了。回不去了。况且，我现在有更值得爱的人。你们什么时候？李哲，你小雪，其实这么多年你在背后默默的帮我，我都知道。什么？那你对我的好，我之前没有领情，对不起啊。但是现在你愿不愿意？不用道歉，我愿意。是你勾引了李哲，让他抛弃了我。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。不是，一定是你在背后说谎话，才让李哲抛弃了我。李哲，只要我们能回到从前，我以后一定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们以前明明那么相爱的。你根本喜欢的就不是我，你喜欢的是我的权势和地位和无双国士，而不是我李哲。另外，我用你之前说过的话，现在来还给你。你现在的地位配我。我们走。李哲，既然你不管我，那我们就一起身败名裂。我是龙腾公司的总裁张木南，我被这个渣男始乱终弃了。他因为这个狐狸精，所以抛弃了我，凭借着自己的身份，不顾多年感情，所以就抛弃了我。张木南，你以为这点小把戏都可以要挟到我？既然你依旧执迷不悟的话，那就别怪我对你心狠手辣。赵龙，阁下在。即日起，全面对龙腾封杀。是。今日过后，江城再无龙腾。那这是全球最大的奇物拍卖机构珍奇阁的邀请函。珍奇阁，就是那个收集天下异宝和高端技术的拍卖行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可是江家大小姐。金城江家。哇，没想到你原来是江家的人。如今看来我是高攀了。哎，你可是西南研究院的首席，传闻里夏国的无双国士，是我高攀了你才对。我这个身份在我们圈里还有用，但是跟你们江家人比起来，不值得一提。我们才刚开始，你就想娶我啊？江家可是大夏的第一世家，联姻者那都是世家豪门。你说你要是跟我在一起，你们家是我想嫁你，又不是他们。另外，你不比世家豪门差，你就是豪门。这次珍奇阁的奇物展览会，我爷爷和其他家族的人都会来，我会告诉他们，你是我看中的男人，你比他们都优秀。李哲，世家门第从来不是决定一个人优秀与否的条件。你说的对，是我错了。李师，李哲他回来了。哦，哎呦，臭小子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学生李成，拜见老师。哎呀，臭小子，你终于决定来接我的班了呀！你要是再不回来呀，爷爷我可就老喽。对不起啊，爷爷。你叫我什么？爷爷，之前是孙儿不懂事，离家多年，未能在您的身边尽孝。不，是你懂事才对呀！你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无双国士，你本是我最好的接班人呀。可就是因为你是我李鲁班的孙子，怕遭非议，才拒绝了。甚至呀，你连我这个爷爷都不敢认呀。爷爷，是我才疏学浅，耽误得知大夏
研究院总是你个滑头，你担不得，又有谁能担得？论功绩，你参加过无数机密研究，战功赫赫；论地位，你是西南研究院首席，无双博士，国内顶尖；论能力，你的最新人工智能上就要面试，谁与争锋？你说你为何担不得这华夏总工之职呀？除了你，又有谁能够领导我华夏的科技砥砺前行，不断攀登？除了你是我李鲁班的孙子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。你不是辜负了我呀，你是辜负了我大夏呀！学生有错，望师傅惩罚。哎呀，无法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呀！我只是好奇，是什么让你醒悟了？因为一个人吧。哦，你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叫张梦楠的女娃？爷爷，我现在也不会逃避了。我有爱的人，我也爱这片土地，所以为了他们，我要更加的保护好这个夏国，因为我有这个能力。守小家护大家，好呀！哈哈哈哈！西南研究院首席无双博士李哲听令，学生赞。现在我将大夏研究院总师之职交付于你，这不仅仅是权利，更是义务和责任。此后，你将肩负我夏国科技的未来，代替我攻破外国对我国技术的封锁，强大国家，造福百姓。学生明白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新任的夏国总师。属下参见新任总师。参见总师。就先送到这里吧。属下负责贴身保护总师安全，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。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拍卖会，真奇阁的展览，也不必担心我的安全。总师，可是……哎，这样吧，你们就在外面等着我，有什么事情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。是，总师。真奇阁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奇物展览会，收罗天下奇珍异宝，上至文玩古董，下至新潮科技，只要足够齐，就能够入展。不知我这2件奇物一新一古，能否入会？老王、老周，你们也来展览会了？张老爷子，我们这不是闲来无事出来找找乐子啊！王爷爷好，周爷爷好。哟，这是我大孙女江雪。江雪，江山海的女儿。没错。之前一直跟我那不争气的大儿子在西南生活，很少回京城啊。现在这不是江雪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我领她回京城物色一下青年才俊。爷爷，我都说了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西南有什么才俊？即便有，也比不上京城的天之骄子啊。爷爷，他很厉害的。等你见到他时，你就知道了。再厉害也要看家世出身，没有世家背景，休想娶我江耀祖的孙女。爷爷，雪儿，不是爷爷不顺着你，咱们世家大族的婚姻就是不自由。可我已经认定他了。算了，等你见到了京城世家骄子的风采，你就理解爷爷的话了。江老爷子日安。哎，这不是博文吗？老马最爱奇物。哎，今天他怎么没有来？哦，家族身体抱恙，不便前来。哦，看来他是把你当接班人了。
伯文啊，确实争气，年纪轻轻的，就是夏国研究院的办事处主任了。没错，博文现在可是总师心腹，前途无量啊！各位前辈过奖了，博文也只是总师的助手，此次前来展览会也是为了迎接总师的。什么？总师也要亲自来展览会？没错。哎呀，雪儿，听闻总师最爱科研之人，你出自西南研究所，到时候爷爷帮你引荐引荐。好。哎，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的大孙女江雪。哦，好，雪儿，这个就是京城马家的马博文，啊，小一辈公认的青年才俊，你们年轻人可以相识一下。嗨，原来是师妹。博文久慕风采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清冷脱俗，令人神往啊！马师兄过奖了，我不够蒲柳之志，担不起此等赞。哎，这人是谁啊？江雪，李哲，李哲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等到展览开始呢。我就是准备了一些奇物，耽搁了一些时间而已。雪儿，你在干嘛？把手松开。他是谁？爷爷，他就是我给您说过的李哲。李哲啊，就是那个西南研究所的研究员。爷爷，人家早就不是研究员了，简直是胡闹！小伙子，你是怎么来珍奇阁展览会的？您看这个，雪儿的邀请函，难怪这丫头今天非要缠着跟老夫一起进来。原来她把邀请函给了你。爷爷，也罢，既然是雪儿送出去的东西，老夫也认。小伙子，你来展览会要安分点，长点见识也不错。诸位，这位呢是我孙女的朋友，来展览会开开眼界啊。在下马博文，敢问这位仁兄贵姓啊？姓李。哦，据我所知，这京城还没有姓李的世家吧？怎么，这珍奇阁难道是世家的专属？那倒也不是，这里除了世家大族，还有各类名流精英、权贵人物。李兄弟偶然进入，要谨言慎行啊。这非亲非故的如此好心提醒，我得感谢一下你了。哎，那倒不用，你是雪儿的朋友，那自然也是我的朋友。雪儿？哦，忘了介绍了，我们马家和江家乃是世交，我和江雪自然就是青梅竹马。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熟人都算不上，青梅竹马又从何说起？没见过面的都是朋友，朋友的朋友还是朋友。看来这天底下没有不是马兄你的朋友。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。博文啊，这次展览会你马家都出什么珍货啊？总不能比我的差吧？啊，老王，你开玩笑，马家可是京城第二家子，若是东西不好，也敢拿出来？长辈之托不可辞，那博文就先抛砖引玉，献丑了。此乃唐代镶银鎏金花丝凤冠，价值10亿。此物价值足够，但是其在何处呢？此物乃金银镶嵌编织，不仅有凤形花纹，惟妙惟肖，还有一处神妙。什么神妙？若有微风吹过，顶端的凤头便会发出清脆的凤音。居然真的发出了凤音，了不得！这次奇物展览会的魁首当时这凤冠，看来比我那会发光的沧海夜明珠要宝贵多了。我以为我的绿琉璃花盏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还有更宝贝。可谓价值过千了。有江爷爷在这儿，博文怎敢觊觎魁首啊？博文，
过分自谦可不好。我的旗务这次过你拿。好了，博文，还有什么奇珍异宝都拿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。这第2件奇物是我专门为来参加展览会的大夏总师准备的科技奇物，为了保持神秘感，我就先不展示了。还卖乖子？听说大夏总师最喜新潮科技，那我们就等展览会开始了再看吧。哎，李兄弟，这展览会马上就开始了，入会需要自备奇物，你不会没有准备吧？区区西南土著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之前你让我难堪，现在我要你当场作证。没有准备也没关系，我可以借你，免得你入不了会呀。不必马兄操心了，奇物我自然是准备了的。哦，李兄弟恐是有所不知啊，这进入真奇阁的奇物不仅要奇异，而且还要价值不菲，要不然依旧进不了会。我准备的奇物自然是价值不菲的。是吗？那不如先拿出来，让为兄给你长长眼。要是被人骗了，那可就丢人了。长长眼？我的东西，你怕是长不了眼。笑话！我从小在奇珍异宝堆里长大，还有我认不得的东西。你见过的，不过都是一些凡品。如果真正的仙品，哪有你认得出来的？你还知道仙品？大夏仙品不过寥寥，能是你一个西南土著能够接触的？好一个土著！难道在你的眼里，只有金钱世家才是高贵的吗？没错，我看你就是拿不出东西来硬装，还仙品，狗屁！够了，马博文，西南土著，你是在骂我吗？雪儿，你是江家嫡女，怎么能是西南土著呢？我生于西南，长于西南，怎么不是你口中的西南土著？哎，我也是为了帮他嘛，我免得他入不了会。那谁知道他不是好人心，反倒还怪起我来了。就是，马少是为了他好，居然还被他误会。这小子真不识好歹。刘九，你确定你拿的奇物足以入场？我的东西不仅能入场，而且比在场所有人的东西都要珍贵。笑话！你的东西能比在场所有人都珍贵？没错，你很狂妄啊！在场哪一位宾客不比你一个小小研究员高贵？能拿出什么东西？哼，珍贵与否，一看便知。好啊，若是你的东西能力压我香银鎏金花丝凤冠，那我就跪下给你道歉；要不然你就给我爬着出真奇阁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够了，还嫌闹得不够大。我原本以为雪儿倾心于你，你除了有身份上的鸿沟，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过人之处吧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狂妄无知。你说你的奇物足以入场，我信，毕竟西南研究所有不少奇物，如果你足够优秀，也可以搞到一份。但是你说你的奇物足以镇压全场，我怎么能相信如此大话呢？爷爷，你这他是……住口！回去我再教训你这个死丫头，眼光竟然如此之差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心脏又不舒服了？好了，看在我江家的面子上，此事到此结束。宝娃，赌业作废，好吗？一切都听江老爷子的。李哲，看在雪儿的面子上，你入场的奇物，我江家出了，但仅此一次。如果你再狂妄无知，就怪不得我了。江老爷子，我根本不用。爷爷他心脏不舒服，受不了自己，我们之后再跟他解释吧。也罢，展览会快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走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取得本次魁首，然后拿下江雪。我马家取代江家成为第一世家，指日可待。
不过有一个不算碍事的小麻烦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第100届珍奇阁奇物展览会。我是本场展览会的主持人兼拍卖师。本场展览会同样设有拍卖环节，全场得价最高者为魁首，而魁首可以成为珍奇阁1年的全球黑曜石会员的待遇。黑曜石会员那可是全球最高的待遇，不知这次谁能拿下魁首？想来应该是马家的凤冠，此物巧夺天工，在历届展会上都能排进前列。哎，江雪，这黑曜石会员是什么？黑曜石会员是珍奇阁提供给最高级客户的服务，不仅可以免费享受珍奇阁全球旗下所有的产业，还可以进入到全球最顶尖的圈子。这张卡是大夏第一世家的荣誉，老夫就是上一届的魁首。原来老师给我的黑卡这么珍贵。孩子，这个东西你收下。这是珍奇阁永久黑曜石会员证明，全世界仅此一张。现在我宣布本场展览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件京城王家的沧海夜鱼冰雷，估价2亿，2亿1千万，2亿2千万，2亿5千万，2亿5千万一次，2亿5千万2次，2亿5千万3次，交。第二件，京城周家的对流五花展，京城罗家的纳米级机器人，估价3亿5千万，估价1亿3千万，交。倒数第二件，也是本场的压轴奇物，京城马家的香银鎏金花丝凤冠，估价10亿。相信各位来宾都已经见识了这件奇物的神妙之处，我在这儿不再赘述。现在凤冠起拍，10亿5千万，10亿2千万，10亿3千万，我出11亿，一口价13亿。老夫非常喜爱此物，希望诸位不要夺君子之好。家老爷子都出手了，我就不给你争了。没错，一口价13亿，真是大手笔啊！大手笔。江老爷子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都不告诉我们，免得浪费了。可恶，老家不用的，以后都是我的钱。不必，乡家不欠人情。晴儿，这顶凤冠正好用来陪你出嫁。爷爷，这太贵重了。老家伙，你就笑吧，到时候人、财、奇物都是我的。恭喜江家家主拍得奇物。那么有请最后一件奇物，也是本次的大轴，京城江家的麒麟龙纹鼎。此鼎乃深宫秘宝，皇家所有，会有麒麟和盘龙绕顶，惟妙惟肖。有什么奇妙之处啊？请看。又是一件难得的奇物。京城江家的麒麟龙纹鼎，估价10亿，10亿1千万，10亿2千万，10亿3千万，11亿5千万，12亿5千万，12亿5千万一次，还有更高的吗？12亿5千万2次，12亿5千万3次，成交。老东西，多亏你把我的凤冠卖出了13亿的天价，不然不一定争得过你。不过现在这魁首是我的了。爷爷，真是的。买这么贵的凤冠干什么？我又用不上这么贵的东西。这下好了，魁首被马家夺去了。爷爷一世一片关心嘛，这你不用怪他。我知道，我就是看见马家夺魁，心有不忿。他拿不走。今日我应是魁首。恭喜马少掌会夺魁，成为我们珍奇阁本年的黑曜石会员。看着。李兄想干嘛呀？本次参会奇物还未尽，怎么就定魁首？本次参会世家名流20余件奇物悉数拍卖，客人莫不是健忘？悉数拍卖，为何不见我的奇物？你的？是你那比我这凤冠还珍贵的奇物吗？先前是你胡言乱语，差点被赶出展会，是人江老爷子给你台阶下，才能让你出场。现在又跑过来丢人现眼，你在干什么？江老爷子，这一次的魁首确实不应该是那么哦，不是我，难道是你啊？答对了，
你还幻想着你那铁皮箱子里还装着什么奇物呢？我说过，我的奇物乃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仙品，此次回首本应该是仙品。你见过什么是仙品吗？骗骗我们可以，别连自己也骗了。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好，就算你那箱子里装的是仙品，不过这展会马上就结束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让这真奇阁为你一个小小的研究员破例严惩拍卖？马少说的没错，客人，今年的拍卖会已经结束了，您可以准备明年的拍卖会。哎，懂了吗？太乖，准备明年去吧。请问这个够不够继续参加拍卖？这是随便拿一张黑色的卡片就要破例延长拍卖，你以为你那是？这是真奇阁永久的黑曜石会员证明。参见贵宾大人，小的多有怠慢，还望大人见谅。无妨，永久黑曜石会员。主持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一个偏远西南地区的小小研究员啊！马少圣爷，你若是再对我们真奇阁的贵宾出言不逊，在下只好赶你出去了。要赶我出去？我是京城马家大少，我是马家的继承人。我们真奇阁可不怕你一个马家。好，小子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不过你不可能拿出比我更好的奇物。把我的箱子啊！这小子怎么会有真奇阁的黑曜石会员卡？而且还是永久。我活了这么久，真是闻所未闻。爷爷，真的有永久的黑曜石会员吗？我只是听闻，大夏只有一张永久黑曜石会员，就在安全向导。小子，我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永久黑曜石会员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把主持人给骗了。不过你马上就原形毕露了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，那今日我就让你开开眼界，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仙品奇物。就这？你这破壶，该不会是从路边摊上买的吧？愚蠢，不懂光华内女人物自毁的道理。人物自毁？我看是废物自毁吧。这分明就是一块普通的玉符嘛。这看起来确实毫无亮点呀。难道我们被骗了吗？你看不出来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眼光。好，我没有眼光，那就不妨让鉴定师来看上一看吧。此物价值也不好多言啊。先生何出此言？一是我无法确定此符意料如何；二是看不出此物有何奇异之处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这就是一块不知来处的废玉料。鉴定师一生鉴宝无数，连他都看不出来。不是毫无价值的废物，就是举世罕见的宝物。既然这奇物是假的，那这永久黑曜石会员也是假的。保镖，给我拿下！够了！李兄，为你的狂妄无知，给全场的宾客道歉，否则我也保不了你。爷爷，你雪儿，你现在还看不清楚他吗？他已经铸成大错。江老爷子，我到底哪里做错？还在执迷不悟，冒充黑曜石会员，拿着垃圾当奇物，还在京城名流面前大放厥词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冒充黑曜石会员，我本来就是，何来冒充一说？我也管不了你，带着你的垃圾自生自灭吧！垃圾？这可是当年传国玉玺摔碎一角的玉料所制作而成的大夏龙符啊！这牛皮都吹到天上去了，还大夏龙符？我曾听闻传国玉玺之玉有非凡之意，光彩照人，断不是此等模样。大夏龙符
出自传国玉玺，是不可出世的宝，怎么会在此出现？没错，如果此符乃传国玉玺摔碎玉料所成，又怎会如此普通？当然是神物自绘，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，才能激发龙符的神意，显露其意。你该不会是想说你不知道怎么激发它？这样一来的话，这废物也变成奇物了。不愧是骗子，太聪明了。好，那今日我就让你们好好的开开眼界，不是龙符没有神意，而是你们根本就不配。龙符的奇妙，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激发。大夏龙符取自传国玉玺，唯有身系龙脉、地位崇高、与大夏休戚与共的人，才能激发龙符的神妙。这怎么可能啊？难道这真的是大夏龙符？金光神文，九窍龙迷。没错，这是真的大夏龙符。这李哲何许人也？居然能拿出如此至宝，还能激发异象。现在大家可服气？现在你们可承认我的奇物远超在场的所有人？好你个李哲，竟然敢盗窃国之至宝！哈哈哈，简直是可笑至极啊！马博文，事到如今你还想抹黑我？你一个西南土著，一个小小研究员，怎么会有国之至宝啊？肯定是你偷的！没错。我的确是西南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，大家听见了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你为什么会有大夏龙符啊？莫非是偷了你们研究所那位首席的东西？但是又是谁告诉你，我只是一个研究员？你，雪儿，这李哲到底是？爷爷，我之前一直想跟你说，却不让我说。都是爷爷的错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刚来研究所时，的确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，而现在，他已然是无双国士，西南首席。什么？你是无双国士，西南首席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一切就变得合理了。只有无双国士才能配得上黑曜石会员。才拿得出仙品奇物大夏龙符啊！马家小子怕是惹上了大麻烦。我乃无双国士，受国运的庇佑，故而能激发龙符的神妙。而你区区一个世家子嗣，既无大功于国，又无善行累世，你怎么可能知道这龙符的神妙呢？好一个西南首席！今日是我技不如人，认栽了。那现在我是魁首，诸位可服气啊？我是拿仙品奇物力压群雄，我等自然服气了。首席奇物价值无量，实乃魁首，老夫自叹不如。既然今日魁首已定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行告退了。等等。我们之间还有赌约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什么赌约？若是我的奇物胜过了你的凤冠，当众下跪给我磕头认错。医生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虽然不愿继续得罪你，可我马家也不怕你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想赖账？赖账又怎么样？你就是一个西南的首席，能把我京城马家如何？马家扎根京城多年，一个首席还不足以对抗。对呀。其实马家交友广泛，未必怕了他。我告诉你，东南和东北的首席跟我马家私交甚好，你要是执意跟我过不去，看来这西南首席的身份，在你们世家大族的面前还不够了。世家耕耘100年，背后的力量超乎你的想象，岂能是你一个西南首席能够撼动的？你若是不再计较此事，咱们还能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你若执意跟我过不去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世家的力量。好，西南首席不够，那大夏总师够不够？这是总师徽章，见此徽章如见总师，还不拜见总师？
大夏总是会长，大师一言足以决定我世家大族的命运了。下属夏国办事处主任马博文拜见总师。你究竟是李老什么人？你怎么可能有他的徽章？家师李鲁班。李老是你的老师？不可能，我从未听说过李老有弟子。怎么，你难道在质疑我这个徽章是假的？既然无话可说，那就请你履行你的赌约吧。不，赌约还没结束，还没说。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没有结束？第一件棋我的比拼是你赢了，不过我还有第二件棋，除非你把我第二件也比下去，否则赌约不成。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倚仗。第二件棋是我专门为大夏总师准备的科技棋。东条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马先生，我乃东瀛的国师，你们大夏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首席来接待我？对不起，东条先生，这个是我们招待不周。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，一点尊师重道的礼仪都没有。我大东瀛凭什么教导你们？学生，你们东瀛有什么值得我们泱泱大夏学习？你是什么人，也配和我高贵的东瀛学士讲话？我乃大夏西南首席。东条先生，他只是一个偏远地区的首席，实力差劲，不值一提。放下！这里还没有你讲话的份儿。大夏的首席之一，勉强有资格和我讲话。西南首席勉强有资，那请问谁才能与你交流？在整个大夏，只有你们的总师才有资格跟我平等交流。区弹丸小国的狭隘国师，真是口出狂言！井底之蛙，就凭我手里的最新技术，你们大夏就没有人能和我相提并论。大言不惭！大言不惭的人是你！东条大人这次带来的科技奇物，乃全球首例，足以改变世界，价值仍是不可估量。哦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第二件科技奇物。科技奇物不分国界，我找东瀛人又如何？只要把你赢了就行。卖国求荣，卑躬屈膝，丢人丢到东瀛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，弱者向强者学习才是生存的策略。那就不需多言，直接见真章。好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大东瀛帝国的无敌科技吧。这就是我大东瀛帝国最强的人工智能载体，全球仅此一台。此电脑光材料就已经超过100亿，其内搭配的人工智能更是机缘巧合下突破到了高级智能。谁拥有它，谁就是现代世界的神明。什么？难道现在东洋人已经掌握最新的人工智能了吗？若是他们完成量产，国力提升，我大夏威夷。东条大人，赶紧让他们开开眼界吧。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大东瀛最强的人工智能天照大神的厉害。天照大神，请帮我调查在场所有人的资料，快看了。好的，在场所有人的资料已发往你的邮箱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世家之人的信息安全一向保护的好好的。吓唬人，估计就是些名字、电话等基础信息了。那就让我看一看，这位大夏的王家家主，1年前你和情人在酒店私会，被你老婆抓了奸，还被抓花了脸，对吗？你胡说八道！老黄，我就说那段时间你怎么不出门？还有你，周家家主，你其实还有3名私生子，对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明明……你们的秘密在天照大神的照耀下，将无处遁形。大夏也不过如此。本来想和你们的总师一决高下，现在看来是不用了。没错，东条先生的科技奇物才是最厉害的。李哲，你输了。你们非法爬取、收集网络信息，若是你们的人工智能没有限制的话，是会酿成大祸的。这是我们东瀛的特权，强者是不需要向弱者限制自己。
也只有失去敬畏之心的东瀛人，才会说出这种。太可恶了！大侠，让我来看一看，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对，宗朝大人，赶紧让他身败名裂。怎么了，宗朝大人？赶紧曝光这个家伙的秘密！混账！天照大神，为什么调查不出来你的信息？区区一个刚刚蜕变的高级人工智能，也想偷取你的信息？好大的口气！天照大神乃是当世最强智，连米国的华生的戏都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坐井观天，天高地厚也罢。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是当世最强的人工智能。一个小主角，你是想笑死我？女王，我在。给我砍了那个叫天照人工智能在网络上的手脚。好的，正在处理完成。等等，你干了什么？为什么天照大神没有反应了？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天照大神明明是互联网世界最强的神，怎么会？我说过了，区区一个刚刚碰巧激活的高级人工智能，怎么可能是我女王的对手？女王？难道你那台破手机里还有一个人工智能？这不可能啊！整个大夏只有大夏研究院在研究人工智能，而且进度远远不如东瀛。你是怎么完成的？对，人工智能再强大，也要受限于载体系的。你一个破手机，凭什么能够压制在高级电脑里的天照大人？我的软件可以提升产品几十倍的性能。别说我用这部智能手机，就算我用小灵通，也一样可以轻松的战胜。那你能够提高性能的软件，我好像是听说过。难道这简直是胡言乱语！东条先生，这肯定是有人在外面把网络给切断了，然后造成这个假象，专门来恐吓你。原来如此，你们大夏人实在是太小了，我要回去禀告天皇，制裁你们。等等，我让你走。马先生，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？李哲，就算你是西南研究所的首席，你也无权干涉外宾的自由吧？你在我大夏违法乱纪，淫淫狂吠，这里岂是你为所欲为的地方？胡说！我一向遵纪守法，还望阁下不要乱喷脏水。哼！女王，通知外面的华阳进来，然后念。东条次郎曾又名犬养次郎，被东条家提拔后改姓，与3件经济犯罪案、4件研究成果纠纷案、6件违背妇女意愿案相关。其中，在大夏境内犯下受贿、非法交易罪。你居然调查我，这样是违法的。你现在知道违法吗？你不是说这是强者的特权吗？不过，我可没有你胆子那么大，这些全都是官方记录下来的公开信息。不过有人已经替你压下来了，你说对吧，马博文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现在一切的证据都在网络世界人海。难道你的人工智能真的远超天照？这不可能啊！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不过你没有那个机会。马博文勾结东瀛人，行贿受贿，买卖国家机密，滥用职权，这哪一项都够摘掉你的帽子让你进去了。至于这位国际友人嘛，自然是交给审判所秉公处理。李哲，无权审判我，你不就是西南研究所的首席吗？我是大夏研究所的主任，我直接对董事负责的，除了他，没人能审判我。你的意思是我动不得你？对呀。除非总师当面，要不然我顶多被移交审判所。首席也奈何不了你。我马家100年辉煌，岂能是你一个西南土著能够懂的？哼，看来我今日动你的死不冤。大夏总师亲卫华阳到。华先生，你帮我。属下华阳拜见总师。
属下来迟，请总师吩咐。总师，我没听错吧？他叫李哲是什么？李哲是大夏总师。起来吧。你知道我因为何事叫你起来？属下不知。居然在你的眼皮子之下有这么多重筹！老师是这么交代的吗？属下有罪，尸位素餐，未能激浊扬清啊！即日起，全面彻查研究所为主进行。是。首席动不了你，总师总该动得了你吧？总师，你饶了我吧！我都是被这个东野人给骗了我。你不是腰杆很硬吗？怎么不挺了？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我冲撞了总师。你得罪了我，其实无关系，千不该万不该推荐东野人，我土外人。我只不过是想先给李老一些新兴的科技。这就是你出卖国家的理由？为了讨好上司，愚蠢！老师岂是那样的人？总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你饶了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肯定会悔改的。华阳，押下去，移交审判所。是。对了，顺便查一下他们马家，要是也有什么不干净的，一并给分上。好的，带走。总师，你饶了我，总师。完了，这下马家彻底完了，百年世家毁于一旦。谁知道李哲就是新任总师，要怪就怪他自寻死路。喂，这位东瀛的朋友，到你了。我可是东瀛国师，我有完整豁免。你在我们大夏犯罪，就用我们大夏的法律来惩治你。总师先生，在你们大夏有一句古话叫做“得饶人处且饶”，我们两国一向交好，不要这因一点小事伤了我们两国的和气。你勾结马博文盗取两国机密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伤了两国的和气？可恶！难道你想鱼死网破吗？怎么？你难道还有什么要争执？刚刚我已经把天照大神移交到了手机里，他现在正在你们大夏的股市里摇摇。要是我被捕，他将立刻行动，摧毁你们大夏的股市，让你们的经济损失惨重。哈哈哈哈哈！坏了，我王家还有几十亿在股市里头呢。要是股市动荡，大夏经济下滑，国力衰退呀！大夏，我也不想和贵国两败俱伤，不如我们各退一步。大夏怎么能受到如此的冲击啊？怎么办啊？事关国运，总师慎重啊！总师慎重啊！无妨，区区天照怎么可能会是女娲的对手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正在攻击。大哥，你们会付出惨重的代价！你们大夏的股市完蛋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完了，我王家也毁于一旦。夏国经济倒退20年，从此怕是再无与他国争锋之力了。新闻出来了，股市大面积崩盘，损失大万亿啊！哈哈哈哈！专家分析，国家经济倒退，恐怕回到昭和时代。昭和？那你昭和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是我东瀛人受到了攻击？在你发动攻击之前，我已经派去了女娲。你们的天照大神改变了目标，对东瀛股市突然袭击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先进的生物技能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你们破坏我东瀛的股市，你会受到制裁的。这都是你自己自食恶果。给我拉下去！是。我不服！我不服！我不服！李哲，太好了，你没事。有你在，
我怎么可能有事？走，总师啊，老夫老眼昏花，不识总师身份，还望恕罪啊！李哲怎敢埋怨长辈呢？况且老爷子好几次施救，李哲心里呢？我终究是年纪大了，即日起就由江雪担任江家的家主了。爷爷，我雪儿，你不要推辞了，爷爷也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，把江家交给你，爷爷放心。啊，今日的表现，你远远的超出了我对孙女婿的期待啊！这样一来，把雪儿交给你，我也就放心了啊！哈哈。你还记得我们在车上说的话吗？这次真气阁的奇物展览会，我爷爷和其他家族的人都会来，我会告诉他们，你是我看中的男人，你比他们都优秀。李哲，世家门第，从来不是决定一个人优秀与否的条件。是你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，让我有勇气接下了爷爷手中的担子。爷爷，现任总师李老是你爷爷？好啊，你敢骗我？你之前也骗过我一次，咱们俩算是扯平了啊。另外，我们李家呢是传承了几代，但是呢没有财富的继承，只有知识和智慧的传承，称不上什么。李哲，请停止你这凡尔赛的发言。智慧的传承是家族的延续和繁荣的根基，对于你，我全是羡慕。你不用羡慕。这个豪门，你愿意加入吗？我愿意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